我讨厌一切不浪漫的事物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我讨厌爸爸嘴里只有投资回报率，讨厌妈妈眼中只有超市打折券，讨厌约朋友晚上去吹海风，而他告诉我，可是晚上吹的是罗风啊。于是我开始逃离一切与浪漫不相关的事物。在人们讨论土地沙漠化应该种植什么时，我说种满玫瑰。在朋友为了明天考试熬夜奋战时，拉着他去看日出，我以为这样就会很受欢迎。但是他们都被我的浪漫短暂的吸引，而因为我的不理性长久的离去。除了我讨厌的那2个人之外。儿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我很喜欢。你喜欢个头啊！这不是给你的。今天是你妈生日，别哭哭丧丧的啊！祝你妈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没想到，我以为无趣的人也有浪漫的一面。虽然花并不是送给我的，但原来理性和浪漫并不是对立的。如果说浪漫是令人着迷的花，那么理性就是为了这些花能长得热烈茁壮的大地。丢掉我眼泪，拿起恶心的蓝琴，因为你不在乎，我像一滩烂泥。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成为人类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苛刻。你得多学一点，你得多做一点。就连我只是去打杂的时候，老板都会说：“小葵啊，你要为公司考虑的更多一点啊。”是的，老板。那他工作完的话，绩效再给他扣个20%。明白。我知道学习更多东西很对，但我却变得越来越不快乐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是个傻逼，是不是就不会有烦恼了呢？可每当我有这种想法时，周围就会有人说：“你这样对得起我们祖先辛苦进化的大脑吗？你这种人活着简直是浪费资源。要是人人都这样想，科技还怎么进步？其实他们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是人类的工作量好像并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减少，反而有时候更累。如果人类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，变得越来越不快乐，那是进化成功了，还是失败了呢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不再年轻的呢？从前上车没几分钟就会睡着，现在车上几个小时都在看着窗外。我们在看无可挽回的过去，在看不明五色的未来和开始长出皱纹的现在。无论哪样，好像都不是我们能够干涉的。就连那古树、那大海、那冰川，连整个宇宙也会老去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，没有东西能够避免。所以啊，不用去担心无法改变的事情。没有人规定长大了就不能做有趣的事。想摸树叶了就起跳，想看这世界就买票，不喜欢的皱纹就好好照料。你需要知道的是，皱纹也许会长在脸上，但皱纹可以不长在心里。小时候看电视剧里的大哥哥大姐姐，以为在20几岁的年纪，读个不错的大学，找份喜爱的工作，有副帅气的外表，都是些理所当然的事。可长大后却发现，所有美好的背后都有一张昂贵的代价标签。想上好大学就得承担努力学习的辛苦，想有好工作就得面对职场竞争的压力，就连想要变得好看，也得让自己的肌肉撕裂再重组，回去感受乳酸堆积的酸楚，又或者让脸上的胶原纤维再生，把脸痛成猴子屁股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但有些痛苦可以避免啊。这点我明白，可总有些时候你是避免不了的。就像悲伤，永远是爱的代价，疼痛就是变好的代价。而我们无法因为要付出代价就不前进，毕竟当痛苦如云烟散去，当信念如屏障升起，我们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是我遇见的第1万只蝴蝶，它很特别。与其他蝴蝶不同的是，它从来都不畏惧雨天，它似乎很享受穿梭在雨点之间的感觉。当其他蝴蝶随着日出寻找花蜜时，它会静静待在别处看日出。
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居然还喜欢听音乐。那天他就停在我的歌单上，他停在哪儿我就放哪首歌。没想到他点的都是我最喜欢的那几首。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，莫过于你们有着相同的音乐品味。我们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，于是他跟着我回到了家里，我为他种下了许多的花，我们俩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。蝴蝶很好，我常常会对他说出我的各种心事，而他会撒下磷粉让我睡得香甜。我们随着音乐共舞，我们彼此袒露共眠，久而久之，他也学会了些人类的语言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这里吗？喜欢为什么还要走？我才不要冷静！从那天后，我就再也没打开过房间的窗户，直到蝴蝶开始发了疯似的撞击它，窗户上留下了绿色的血。比起失去它，我更不愿意看到它这样死去。你走吧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差劲了。知道了。他离开了，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，不是错在爱上了一只蝴蝶，而是错在我认为它的那些特别，是只属于我的特别。想要坐起来看一本书，但床姥姥抓住了我。无聊的周末，我怕是就要这么一直躺下去喽。唐尼是去年5月来到我身边的，他从一只小可爱成功被我养成了猥琐大叔。他只要饿了就会往我腿上蹭，可以说我这块秃掉的腿毛，唐尼有很大的功劳。看着唐尼单一的食谱，我知道自己该买点罐头了，但看了看账户余额，我觉得唐尼还是应该减减肥吧。法案通过。其实一直到今年夏天，他都没有吃过罐头。我一直很愧疚，不能给他别的猫都有的。他很乖啊，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只是一直想离家出走而已哦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赚了点钱，给他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，不自觉的就想给他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一样。但我不要求他好看、能赚钱、有趣、会说话、逗我开心，我甚至不要求他也爱我。这份感情没有冲突，没有撕心裂肺，没有变故，让陪伴更长久，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期望。